洞洞板是个好东西，我希望你也有一个。这是宜家的洞洞板，最大最难安装的那个。今天我们来试试能不能把它装到墙上。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先看说明书，要2个人。哎，瞎说。好，能看到它是先把这根杆固定到墙上，然后再把洞洞板呢固定到杆上，这样。杆是这一根，先把这根杆呢通过膨胀螺丝打到墙上，然后再把这个板通过这个洞固定在这根杆上。洞呢就选第2个比较好，这样能让下面的面积不太大，不会有过多的隆起或者凹陷。好像说明书上选的，也是第2个，非常好。好了，那第一步就是把这根杆平直的打到墙上，要注意方向，这个面有标签的朝墙，没有标签的朝人。那我们把战场清理一下，就可以开始尝试了。做这种大型，一定有足够大的空间，才方便发挥。好，首先要在上面点2个点，我是最大的板，2个点之间距离是60厘米。哎呀，麻烦了，我的平衡尺只有40厘米，那么可以用30加30等于60，这样势必会带来误差，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提高作图精度的方法来减少误差。好，先通过笔重新描一次点原来的点。好，这个角度是描点的角度，那另一个点呢，以相同的角度去描它。好，会发现这2个点，这个点好像还在下面一点才比较合适。好了，第一个点描好了，再把它延长过来。那么这样的结果是，第一个点和第2个点在同一高度上，第2个点和第3个点在同一高度上，并且可以得出第1个点和第3个点在同一个高度上。要让第1个点和第3个点距离是60厘米，那第3个点可能大概在这段位置，具体在哪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可以通过卷尺进行测量。好了，现在通过我们精确的测量，已经找到2个相距60厘米，并且在同一水平高度上的点了。那这个时候先别急着打孔，这可能找错了，用这块杆先验证一下我们有没有找错吧。一个点在这，一个点在这。非常好，你看，刚好在里面，刚好在里面，真是好极了。那现在打孔应该是没有问题了。用游标卡尺测量出这个洞的直径大概是5.5毫米左右。6个膨胀螺丝，它螺纹部分直径正好5.5毫米左右。那膨胀螺丝的部分是8毫米，所以我们就要打一些8毫米的孔。现在换上8毫米的钻头，这是8毫米的钻头。那这个膨胀螺丝的高度大概到这边，我们可以在高度以下呢缠上一圈胶布，这样我们就知道钻头进去的深度与膨胀螺丝的高度相同，这样会比较美观，也不会损害太多墙体。膨
膨胀螺丝这么长，也就是说这个钻头也要进入墙体这么多，那么剩下的部分钻头就不要到墙体里面去喽，把胶布贴在这儿。好了，待会我们打的时候啊，当这个胶布将要进入墙体的时候就停下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获得刚好深度的洞了。很不幸录到这里我的手机容量满了。打洞的时候不用完全垂直于墙面，可以大概有5度偏下的角度，这样钉上之后，如果受到向下的力会更加牢固一些。首先把膨胀螺丝后面的塑料尾巴敲到墙体里面，敲的时候呢，尽可能让它和墙体平行，这样子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可以让板和墙距离是相同的。然后把这根铁杠杠放上去，再往里面拧螺丝。可以看到这个板上2个孔的形状，一个是平的，一个是呈45度角。这个目的啊有个好处是，如果你的洞真的没有打得很水平，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进行调整，把它这根横杠杠调到水平就可以了。因为最后板平不平还是取决于这个横杠杠。把横杠杠钉到墙上之后呢，后面就不需要什么工具了。下面不用打洞，因为下面只提供支持力就可以了。用螺丝和螺帽拧在下面的孔里，这里不一定要拧最后一个孔，因为它这块板比较小。如果像我这块板比较大的话，可以拧靠中间一格的孔，这样可以使中间的面积不太大，使得中间不会有隆起或者凹陷。上面是没有螺帽的，因为上面是用螺丝直接拧到刚刚横杠杠的洞里。这个时候位置应该是对准的，当然也不用拧最上面的那个洞，可以往下移1格，如果你的板比较大的话。上面2个可以用1字螺丝稍微拧紧一点，因为上面2个是要提供支持力的，下面拧不拧紧倒是无所谓。大功告成喽，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哦？门口还放了一个，进门丢钥匙还挺方便的。